OK， 扫利亚，这算是一个马上认错系列。马上认错呢是上海人在马来西亚的认错，错呢是指认识到一个不完美的事情啊，不是说一定是对不起谁。今天就要讲我们为什么总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接地气，文绉绉，让人讨厌，高华还有这种，OK， 我懂这个意思啊。这个呢不是我们说的，其实都是观众朋友们的真实反馈。这个反馈是哪里来的？我们会不会生气呢？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那么我们怎么认识到这个问题？要不要改？第三，和马来西亚观众又有些什么关系？为什么说我们要感谢马来西亚观众？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开始前呢，还是大概说一下，我叫威廉，太太王太，我们在上海到马来西亚来生活2年多了。我们频道有个使命，追求我们自己中年人的幸福生活，要给他人在异乡生活的勇气。好，讲回来，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讲这个是观众朋友的真实反馈。其实我看到过一些，王太你也看到过不少，对吧？怎么说来着？主要对你没有什么，对我没什么，对，就说你好，那我就好一点了。讲话一个是腔调很凶嘛，这个本人的特点确实，对，我也是说得过真。来，您继续。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讲话，说我们两个文绉绉嘛，然后特地去查了，我觉得以前对文绉绉这个词的了解是太肤浅了。文绉绉除了是讲话比较书面语言，还指刻板，讲话表达的观点比较隐晦，让人难以理解。这大家对我们的印象。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吗？前2天我们2个不是在家是3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然后你分享了一个你近期看书的一个观点之后，我跟我儿子2个人真表示听不懂。对，我们2个，然后你讲了第2遍，讲完还听不懂，我们还是听不懂。然后我们俩就说你能不能再讲一遍？然后你非常生气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没有认真听，对不对？你都爆音了你这是我们的特点啊。那么我们俩是否同意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们你觉得我们同意吗？王太你同意吗？我同意啊。我也同意。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刻板非常的老古板，然后讲话确实是隐晦，而且就是会用很多的所谓的华丽的语言，没有办法嘛。小时候作文冠军，这个古文的这个训练太多了，就是你比较哎呀，你脸上金子好多啊！那你看，对，这就是我其中就很容易晒自己。我想说，就是说这么多年这个语言习惯，包括可能我工作上就是比较讲话难以令人很快的明白。经常以前在搞法律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这个一些同事还会跟我讲说，你能不能再翻译一遍？就是我说我讲的是中文，他说以这个人话。好，现在你们来用这样的话来问我了。你看我们家内部也是这样的，我也同意是因为我也经常看到一些观众朋友觉得我们太过严肃了，也不是很幽默，还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那这个在下一趴来说，我挺同意的。为什么呢？其实自己是很爱自己的，我当然觉得我挺了不起的我当然我看我自己，我觉得挺帅的，天天早上起来就感觉是刘德华，每天被自己帅醒，每天被自己帅醒，觉得自己知识很丰富看了很多书。但我倒过来一想，我如果站在别人的角度in other people's shoes 来看自己的话，我挺同意的。我觉得我们确实有时候，你看我们讲的苦的东西，在我们看起来是负面的东西挺多的，我们反而觉得很多大马人觉得我们传播的是正能量，已经是非常感恩了。这也放到第3趴来讲，为什么讲反而是感恩。然后我也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看我们喜欢用的一些词，都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典故，有时候又是源于我们看的书，真的很多很多，所以难免大家会觉得很枯燥、很无聊。我自己都挺同意的。那你说看书这个，就咱们大陆内地有一个说法叫抖书袋嘛，抖书袋嘛，就是炫耀自己看的书。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没必要吧？其实这个书名是因为这个原点不是我们自创的，是没有这个本事，不想说占为己有，就让人家觉得我们是 taking a ride， 就搭便车嘛，是因为这个而已。对，没想到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不是搞这么枯燥，这么难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呢，我倒是有些私心你像富爸爸穷爸爸，对吧？像目标这些影响我们非常深远的书，我真的是希望什么叫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别人在犹豫不决，你看最近还有个观众来找我，就工作了20年，就想不通到底要不要来马。
一直在想来想去的时候，我想有时候你就需要一种灵光一闪的东西，那种东西我把它称之为叫勇气，它不是理性产生的，也不是情感产生的，我们真的是很想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点。让我回想啊，从小到大吧，你说我也一直不是那么 popular 的人啊，你说在教室里都是孤零零的是吧？生日可能别人也不会想到你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不 popular 的人。那能够在工作职场之后，在 YouTube 上还有这么多人跟我们交流，我已经很开心了。是，我也没有想到，是吧？就是你认识自己就是那么回事嘛。做的场景之外，竟然没想到我们现在还超过2万的订阅者啊，很不容易了，对不对？何德何能？经常有人请你吃一碗虾面、猪肉粉，我都觉得啊，对，送货时候要给你送，太不容易了，还超过他买的东西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买的。很不容易。我们还是在感恩这个环节再说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同意啊，大家讲的这些特点没问题。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来讲一讲，那么要不要改？怎么改？我知道王太的想法，那我先说吧，我还真改过啊！你看我有时候在视频里面做特效啊，我给自己加上一些头发，我知道说我不好看嘛，对不对？我甚至于想过，哎，这个加一些可爱的背景啊，做一些特效啊什么的，甚至于我觉得，哎，那我创造一个人物出来，所以我刚开始做 YouTube， 我就创造出一个王老师的人物，等等，想让他变得幽默一点。点赞了哟！我都试过，I did try， 这是我做过的事情。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觉得你想改吗？我觉得，我对自己，我真的就不想改。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我的水平不行，然后就改不了。就是幽默这个东西，我很认真学习过，然后我发现说，除了自嘲，把自己，我经常这个度不对。什么叫很认真的学过？你讲给我听一下。我就看了一些书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讲座啊，什么就幽默之类。刚看完之后，我发现我只会用力过度，就是把自己磨在地上，就是贬损到这18层地狱。以前我老板经常跟我讲。你对自己是太 critical 了，你就不能对自己这么 harsh。你觉得我幽默吗？我觉得 average 来讲，回复评论的时候是幽默的，但是在录节目的时候，这个幽默就没了。哎呦，所以我们做直播嘛，以后大家提 request 那我讲过呢，我做了这些改变，但我还是觉得不要改。为什么？你看在形式上的改变，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看，一天上班啊这么累了，我就放松一下嘛，看这2个人出去玩啊，逛一个商场啊，然后把这种特效也做得美美的，有些声音啊，我真的尝试过。大家看以前的视频，应该有一些是这样的，我觉得太累了，老夫这个一个人坐在这里，屁股都坐得痛，我这没必要。我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多输出一点我们的想法观点呢？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相对粗糙的，但是我们认真准备过，我们在车上也可以剪出一个视频，就是这样的一个 idea。我记得是从2024年的过年开始，我们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说新的一年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就希望提高内容，然后加快频率，确实做到日更，但是不要去追求这个。我也试过，就说不做自己，这个创造人物啊，然后呢，我们尽量表现的亲和一点。我觉得那个也很累啊，这个下了节目或者等到你日常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不是我，慢慢会产生一种精神分裂。我觉得没意思，对不对？一个无聊的人，说不定也有人爱看呢。所以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这样吧。就表现真我好像更加重要，对吧？这也是我们强调说，你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我们讲的一定是真实的、个人的，只属于我们的，可能不属于你，没关系。但它是个真实个人的感受，这个就是我们想过了，就是说王太没想过，我那是想过改啊，你也学过嘛，对吧？幽默啊，但是不好意思，改不了，改过了。这个是我们这个对大家讲高高在上啊，挺讨人厌的，高华啊，等等等等，巴拉巴拉，这个评价 ，sorry I don't care， 就是这样的。对，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嘛，我觉得就是我已经活到41岁了，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平时就是一张 poker face， 然后讲话也很冷嘛。我已经以这个41年安身立命下来了，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个2万多个观众当中，可能很多都没订阅啊，很多评论的人是没有订阅一句话我要为此改变而抛弃我这个可能从很早那些早期我们很稚嫩的节目就开始跟随我们的观众，我为什么要去背叛这一些已经对我们提供了大量 support 的这些观众？OK，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了。那么进入第3个部分，问题来了，这和大马有什么关系？和大马观众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对大家还要表达
感谢呢？王太的观点呢，跟大马和大马人的关系是因为他在大马受到大马人的影响，发生过转变，这是他的一些观察，是吧？对啊。哎，怎么讲呢？就咱们有这样共同的认知嘛？同一个内容的节目放到国内的这些肯定被骂死。媒体平台，我可能做个1-2期，我们2个就直接会封号，就不做了吧。就那种戾气的这种评价会很多，但是在这边的话，98%、99%，我觉得都是正向的。对，常常把我们视为正能量，对不对？我觉得哇 ，Thank you， 就是 Marcus， 是对你的一些这个表达，他欣赏你的观点或者认同你的观点，还有大量的是与你探讨你的内容，而不是说对你就是那个特朗普最近说的这句话，去 dictate what you feel。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一个交流者，所以下面的是给予我们大量的就是比较社会性的支持。这种社会性的支持会让你觉得说，我应该愿意以我原来的那个样子去呈现。是，我也觉得，而且我们是可以看到实际的成效。你看，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和 YouTube 已经在做的事情建立成一个 OK 的品牌的时候啊 ，Plus 我们真的是很喜欢让大家吃得健康一点，也很喜欢就说有一个创业的一个过程，何况又是在大马这个土地上，就看到有意思了，这个 transplant 过来的东西，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它真的得到大家的支持。有可能看我们频道的人很少，但是我觉得支持我们的人，哇，那种热情和这个，我昨天因为尤其看去年8月份到现在所有几百位客人的跟我们的这个聊天的一些记录，我看了一遍，我觉得真的是对，纯粹是为了支持我们而支持我们的好多人，对，是吧？还有我另外一个感触就是那些我们听起来比较刺耳的一些评论啊，调教我们人生，希望我们好自为之的，还有不要说一些他们不爱听的话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对我们有很高的这个道德的要求啊。这个道德的要求就是希望我们是无条件的所有一切为他人毫不利己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观众给予我们的是，他们希望他们珍视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美德，比如讲说我们2个可能会比较勤劳，因为像你这样是日更博主吗？还有我们2个可能比较诚实，然后可能比较 innovative。所以他们好像很多是 inward， 就是内观，他们是欣赏我们的这个样子的气质。对我们有很高的道德，我们对这个 community 做了什么的，不是，对，就类似于这样。OK， 这是王太在讲的这一个 part。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呢，主要是从做 YouTube 的技术上，很多人经常讲，哎呀，你这个博流量啦，或者你看现在有些人翻车了，天天大家在他的评论区下面就说你说网骗。我觉得大家观众的情绪是。一旦表现出很真诚，会把情绪善意拉得满满的，一旦有些问题呢，又会这个弄到深渊，对我们实际在做自媒体的人说，其实反而是提出很高的一些要求，不然的话呢，你就很容易翻车也好，翻船也好。其实我们做 YouTube 啊，一般考虑3个问题，我不妨跟大家也轻松的聊一聊。一个呢是平台。这个平台让你讲什么不讲什么，引导什么，这个叫 YouTube 这个平台。比如我是做 HR 的，我就尝试过另外一个号讲 HR 不成功啊，几乎没有人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观众，这是大家经常讲流量的这个意思，就是观众爱看什么你就看什么，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观众捧为老爷啊，就要跟各位股东啊领导啊什么汇报一下，然后怎么样啊，然后用这种表情啊，用言语啊，用各种特效来吸引观众这个很重要，因为是由观众带来流量，流量带来钱的。那这个是观众。第3个部分呢叫做自我，你做什么内容不做什么内容，你想表达什么，这个就是自我了。我们俩为什么每次都要讲自己的使命，是因为我们其实把自己看得最重的。对不起，就是我们不是说要获取观众和观众的流量放到第一的，对吧？这也经常有人说你博流，我说没关系啊，这不是很在意。人家有想着好虚伪哦，做这个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做油管没有，真实想法就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油管是种修行，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纪实，很像当代艺术。就你不停的展现过程中，自己看了总结出新的道理，有些启发，别人可能有会心一笑，可能有他自己的产生的一些启发。
我们觉得很开心。就其实真的就很简单。那我们不把观众作为老爷，也从来不会刻意的去教训观众。有些人是这样的，我们也不会，我们就是把观众作为一种平等的个体。你看很多人在线下几百个人跟我们变成了朋友，因为通过欧卡这个桥梁，帮我们变成朋友，我非常非常感恩，也就是在这里啊，开心也是在这里当然回到就是说这个频道已经本身呢能有那么多人看，我已经觉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很开心的。对啊，这个是和大家唠唠家常吧，就是讲一讲频道的个性，因为我们也很少分享自己啊，借这个机会跟这个大家来说一说。对啊，然后你看了之后，你会更加会觉得讲说，那些可以当着你的面，然后对你说一些非常你会让你觉得一阵脸红的这些评价的人，对吧？其实我心里面什么叫一阵脸红的评价？就是你看完之后觉得说，我就对号入座了，我好像是不行。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就是羞辱你的人是吗？就是批评你的人，就是像比如说他说我高华、文绉绉、很假、很不接地气、高高在上，你是脸红愤怒是吧？愤怒是愤怒吗？还是脸红？没有脸红啊，你会觉得就很心虚啊，就这个感觉。为什么会心虚呢？你认同这个吗？我觉得我没有，我心虚是我觉得说我没有想到我给人家造成这个样子的印象。你反而有种负担感。对。要是我的话就是愤怒，这凭什么这么说？我明明不是这样的人，或者我不 care 你，我可能会这样。可能因为男女有别吧，从小我们女的都被要求要 being likable 嘛，那你就知道别人说这个话是不喜欢你嘛，不喜欢你那就是我的一种原罪啊，我没有让别人喜欢你。你是这样的。对 ，OK。那现在怎么想啊？我们最后就是我觉得说，人家可以当着你的面说一些让你感觉到有愧疚感的话，那我以这个为上心的话，我就对不起那些默默支持我们的观众。反而感受到了感恩之心，就是想一想是谁把2万多个观众把我们托举到今天，对吧？也许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做到，已经2年了，快2年了，对吧？是，这也是蛮积极正向的，把观众的一些支持变成了一个积极的能量，对，非常好。那我们也回馈一下大家，好，现在开始音广了啊，哈笑啊。就是我们关注这里关注一下我们的 Facebook， 在 Facebook 有一个置顶帖呢，是说庆祝我们有300个粉丝了，也很开心，我们就对我们抽奖要送出一个价值99的一个礼品的盒子，你只要看一下回复一下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OK， 谢谢大家，那么请继续关注吧。好，拜拜。不是不轻松的一集哦，谢谢大家。